我現在是在悉尼 Lane Cove 的一座天橋上，現在是下午4點半左右，正好是下班高峰期。我現在會數1000輛經過的汽車，我們來看一看澳洲人平常都開什麼樣的車。我們的規則很簡單，記錄品牌、起源國和動力類型。燃油車和普通混動車同歸為內燃機車，因為它們只能加油，充不了電。插電混動和純電同歸電車。一些品牌這幾年推出了燃油改插混的車型，但是外形上很難區別，無法分辨的我會歸為內燃機車。對於在澳洲起售價超過10萬澳幣，也就是50萬人民幣的豪華車，我會用特殊的音效來標注。澳大利亞完全不生產汽車，100%依賴進口，名義關稅是5%，但是因為自貿協定，實際關稅是0，這讓悉尼的馬路變成了一個自然實驗場。全球的汽車品牌在這裡正面交鋒。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澳大利亞曾經是一個汽車強国。初到澳洲的人可能会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汽車品牌，它的標誌是一頭獅子踩着一個球，這就是霍頓，澳洲曾經的國民品牌。1948年，第一輛完全由澳洲本土設計、本土製造的霍頓轎車下線。此後，它保持了極其恐怖的市占率。1958年，澳洲每2輛車裡就有1輛是霍頓。霍頓還一度出口到中東、南非和美國、英國、巴西乃至東南亞。這輛綠色的車看起來有一點滑稽，前臉是轎車，後面帶着一個車斗，有人叫它大拖鞋。在澳洲，它不叫皮卡，澳洲人叫它 Ute，Utility 的簡稱。這是一種起源於澳洲的車型，專門為這片土地設計的。平時拉貨、拉農產品，週末洗乾淨，載着老婆去教堂。這台呢，就是大名鼎鼎的霍頓 Commodore Ute， 用轎車底盤、後輪驅動，50:50的前後配重，能裝能拖，還能炸街，一車3用，實用又張揚。但是呢，在今天的悉尼街頭，這種經典的 Ute 已經基本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高更重4輪驅動的皮卡，海拉克斯 Ranger 長城炮，比亞迪的 Shark 6。現在很多人說的 Ute 其實已經泛指所有皮卡了。澳洲的 Ute 和美國人喜歡開的那種猛禽公羊大皮卡完全不一樣。全澳洲的吹地、電工、木工、水管工開着它裝工具拉貨，釣魚佬、露營黨開着它拉船拉帳篷。這輛很大的白色 SUV 叫 Jayco， 是中國品牌奇瑞旗下的高端子品牌。AI 一開始把它認成了起亞嘉年華，可能對他來說，這輛車也太新了。說回霍頓，為什麼現在很少看到霍頓汽車了呢？進入21世紀之後，澳大利亞的汽車工業遭遇了本國政府的連續絞殺。首先呢，他們跟泰國和美國簽署了自貿協定。本來以為可以推動本國汽車出口，結果呢，日系、美系的品牌直接把澳洲的工廠關掉，去泰國生產，再零關稅傾銷回澳洲，這成本一下子就降了很多。其次呢，08年經濟危機之後，澳幣的匯率一路飆漲到對美元1.1:1的高度，澳洲車瞬間毫無價格優勢，進口倒是變得便宜無比。不但外國人不買澳洲車了，本國人也徹底不買了。這霍頓一下子就被送進了 ICU， 結果呢，當時的阿伯特政府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直接給霍頓拔掉了呼吸機。豐田、福特看着霍頓都倒了，也乾脆在澳洲停產了。澳大利亞的整個汽車工業就這樣一下子被一鍋端了。這輛上型的車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叫 Highlander 漢蘭達，在澳洲它叫 Kluger， 因為 Highlander 已經被別人註冊了。現在我們屬國的車已經有200多輛，其中超過一半都是日本車。日本車佔領澳洲，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幾乎一樣的劇本。70年代石油危機之後，油價暴漲，澳洲人猛然間發現 ，Oh my God， 霍頓 V8 太費油了。日本車省油、便宜、故障率還低，開始大規模滲透澳洲市場。目前澳洲市場活躍的日系品牌有9個，
豐田是澳洲市場唯一的超級霸主，年銷超過23萬輛，市佔率近20%。它在澳洲不僅是第一，而且是獨一檔的存在。海拉克斯年年爭奪全澳最暢銷車型冠軍，到視頻結尾你就會知道它究竟有多流行。Land Cruiser 陸巡是澳洲內陸居民的精神圖騰 ，RAV4 榮放和凱美瑞混動版則壟斷了城市買菜車和 Uber 市場。卡羅拉像空氣一樣幾乎無處不在。不過呢，疫情之後，豐田不但大幅漲價，熱門車型還需要排長隊。RAV4 目前都需要5萬刀起步，價格直逼特斯拉 Model Y。曾經那個人人都買得起的豐田，似乎也正在慢慢變成過去。雷克薩斯是德系 BBA 在澳洲最頭疼的对手，很多日系品牌在中國都很難見到，但是在澳洲卻滿大街都是。馬自達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是一個邊緣品牌，你開了會塞車，但是呢，在澳洲常年穩居銷量榜前3。三菱是豐田的平價替代，疫情之後，很多人買不起或者等不起 RAV4， 就會去買三菱的 Outlander。510原來在澳洲只賣卡車，現在則靠着 D-Max 和 MUX 2款車，硬是殺進了全澳品牌銷量的前10。斯巴魯在澳洲有一種很特殊的氣質，它不算豪車，但是呢，森林人 Forester 和傲虎 Outback 幾乎是低調高知、喜歡戶外中產家庭的標配。我們這兒有一家鄰居，院子裡停着3輛車，一輛是斯巴魯，另外2輛還是斯巴魯。日系御三家的另外2家，日產和本田，在澳洲目前都在走下坡路，各有各的問題吧。畫面裡紅色公交車旁邊是一輛橙色的比亞迪 Shark 6皮卡，很漂亮。這個車呢，你得站在它跟前才能感受到它那種壓迫感。澳洲搞工程的吹弟們很愛買這個車。說回日系車，最後一個品牌鈴木，它死守着小型車細分市場 ，Swift 和吉姆尼各有死忠，不求做大，但求活着。日本車主打實用耐用、高端豪華和性能這塊，長期是德系車的天下。奔馳、寶馬、奧迪一直都是很多澳洲中產升級換車的目標。這幾年寶馬勢頭尤其猛，銷量已經反超奔馳了。奧迪呢，一直在後面追趕。大眾算是德系裡唯一真正打進大眾市場的品牌。澳洲人特別喜歡 Golf GTI、Golf R 這種德系小鋼炮。在悉尼富人區，保時捷 Macan 和卡宴幾乎都快成標準校車了。買德系車在澳洲你會遇到很多問題。首先呢，豪車稅很重，德系車是重災區。其次呢，過了保修後掉價快。最後呢，維修費太貴了。澳洲人工費本來就很貴，歐洲車一進維修廠，賬單可以讓你懷疑人生。我們當初要買車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推薦我們買日本車，有人還會貼心提示，千萬別買歐洲車，維修保養成本太貴了。同時呢，我們身邊也存在這樣的情況，有剛從歐洲過來的移民，並不太認可日本、韓國車，最終還是買了大眾旗下的斯柯達。人們永遠都只能在自己的認知框架裡做出最合理的選擇。早期的韓國車在澳洲是廉價的代名詞，現在呢，他們是澳洲大眾車市場裡幾乎唯一真正能和日系車掰手腕的勢力。韓國車的逆襲武器並不複雜，超長保修。在澳洲街頭，你看到一輛起亞，大概率能在後車窗看到7年保修這樣的貼紙。起亞 Carnival 嘉華幾乎壟斷了澳洲大型 MPV 市場。Sportage 施伯特界和 Seltos 赛图斯用激進的設計搶走了大量原本屬於馬自達和豐田的年輕客戶。現在的主力是 Tucson i30 和 Santa Fe 勝達。i30 是澳洲版的大眾高爾夫，年輕人的第一輛車，清一色的 i30。在電動化這條賽道上，韓系車感覺比日系車激進得多。他們走的是高端路線 ，Ioniq 5、EV6、EV9 賣的比特斯拉還貴一大截兒，直接推到7萬到11萬澳幣。曾經的澳洲車市有一半是美國血統，通用旗下的霍頓統治了澳洲半個世紀，
福特在這裡也長期是主流。現在呢，基本上全军覆沒，雪佛蘭、別克、凱迪拉克、克萊斯勒幾乎找不到任何影子。福特呢，只剩下 Ranger 和 Everest。Ranger 還是澳洲團隊研發的。撐起美系門面的是特斯拉，特斯拉一直是澳洲最暢銷的電動車。不過呢，澳洲賣的特斯拉產自中國上海，而且呢，中國的國產電動車成批量的來了。傳統的英國品牌在澳洲常見的大概只剩路虎了，迷你偶爾還能看到吧。路虎最早進入澳洲，它並不是豪車，而是工具車。農場、工地、偏遠地區，到處是它的身影。現在在悉尼，我還經常能看到後面帶着一個車斗的老款路虎衛士皮卡。後來豐田和日產搶走了路虎的工具車市場，逼得它只能走高端化、貴族化路線。今天在澳洲，你開着一輛奔馳 GLE 或者寶馬 X5， 別人會覺得你是高級金領，但如果你開着一輛全黑的 Range Rover Sport， 澳洲人的刻板印象會直接跳到豪宅區、遊艇、孩子上私立貴族學校。當然呢，澳洲汽車圈對路虎也有一些很長盛不衰的調侃。如果你想去內陸腹地，開路虎去；但如果你想活着回來，請開陸巡，多損啊！畫面裡上行的這輛 SUV 是極氪 7RX， 中國品牌，定位純電豪華車。最近我在悉尼街頭經常會看到。走在悉尼街頭，日韓系傳統燃油車依然佔據着視覺主流，但銷售數據呈現的是另一幅圖景。2026年2月，中國制造的汽車單月銷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澳大利亞單月最大的汽車來源國。日本此前已經連續保持這一位置28年，自1998年起從未被超越。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數字當然包括特斯拉、沃爾沃、現代等國際品牌在中國生產後出口到澳洲的車輛。日本品牌向中國轉移生產也是背景因素之一。與此同時呢，中國自主品牌的銷量增長同樣不容忽視。去年的時候，有一個澳洲人跟我說，你知道嗎？明年起碼有60個中國電動車品牌要進入澳洲，不是6個，不是10個，是60個。數字當然沒有60個那麼誇張了。2025年全年，中國品牌在澳洲已經有10幾個，市場占有率達到20%。長城、MG、比亞迪、奇瑞均躋身銷量前列。長城和 MG 在澳洲深耕多年，長城的加農炮皮卡和坦克系列越野車在澳洲經常能看到。MG 雖然原來是一個英國品牌，但現在完全是中國土生土長的了。比亞迪 Shark 6插混皮卡進入澳洲後，很快成為單月第5暢銷車型，是首個進入前5的中國品牌車型。奇瑞早年曾經敗退澳洲市場，重回澳洲後，2025年全年銷量達3.4萬輛，同比增長達到176%。上汽大通 LDV 是澳洲非常常見的中國商用車品牌，在擴張過程中也出現了值得關注的案例。小鵬於2024年通過獨家分銷商出EV進入澳洲市場，最終雙方爆發了激烈的商業糾紛，經銷商破產，數千名車主的保修和售後服務陷入不穩定，小鵬只好自建本地团隊，但局面仍然未完全理清。澳洲市場雖然进入門檻相對較低，但建立可持續的本地運營體系難度要大得多。迎面駛來的這輛 SUV 是馬自達來自印度的堂兄弟馬亨達 Mahindra， 他們今年正在慶祝進入澳洲市場20周年，但整個拍攝過程中我只看到這一輛。馬亨達早年曾獲得美國吉普授權在印度生產吉普，結果他們山寨了一輛牧馬人，想引進美國和澳洲市場，最後無疾而終。這輛右轉的車是一輛白色的雷諾，說實話，法國車在這邊也算是稀有物種了。沃爾沃在澳洲2線豪華車裡是當之無愧的老大，但他走的路和奔馳、寶馬完全不一樣。沃爾沃的定價策略很精明，
主力車型的起售價卡在豪車稅線下，精準地瞄準了那些想要豪華品質但又不想多交稅的務實買家。沃爾沃在過去曾經是老頭車的代名詞，現在呢，靠着激进的電動化轉型，開始吸引那些年輕的精英階層，但目前體量還是相對小眾。沃爾沃旗下的純電子品牌極星 Polestar 就更小众了，在悉尼街頭偶爾能看到，算是稀客。但是呢，有一个沃尔沃大放異彩卻很少被人注意到的地方——公交車市場。澳洲的公交車絕大多數並不是整車進口的，而是把底盤和車身分開處理。底盤由沃爾沃或者是它的瑞典老鄉斯堪尼亞來提供，車身呢則由澳洲本土的廠商負責打造。這套分工體系讓沃爾沃在澳洲的公交市場佔據了相當大的份額，只是坐在裡面的乘客大概很少會注意到，腳下踩的是一個瑞典底盤。很多人可能會有疑問，同樣作為曾經的英國殖民地，為什麼美國、加拿大是左駕右行，而澳大利亞則是跟英國一模一樣的右舵左行？這當然跟他們與英國的關係有關。美國是跟英國鬧翻決裂之後獨立的，為了去英國化，處處要和大英帝國反着來。加拿大則是挨着美國，因為頻繁的跨境貿易，不得不改成了左駕右行。而澳大利亞呢，一直以來都是英國的好大兒，他們至今仍然保留英國君主作為國家元首。查爾斯國王之前就公開表態，澳大利亞人要是想廢除君主制，那是他們自己的事兒，完全由他們自己決定。結果呢，澳洲人至今也沒這麼幹。這套死守至今的右舵制度，在客觀上構成了對美國左舵汽車的天然市場壁壘。美國車想進入這個市場，就得先進行改裝，這也讓後來同樣是右舵的日本車順理成章地在澳洲全面統治了這個市場。當然，我們也不能過分誇大左舵右舵對汽車市場競爭的影響，它並不是決定性因素。這輛紅色小汽車是菲亞特500，典型的意大利小車。悉尼內城區的停車位又窄又難找，這種小巧玲瓏的歐洲車在一些共享汽車平台上很受歡迎。這輛紅色的是第6代豐田卡羅拉，方方正正的80、90年代流行的造型。它是頭文字 D 裡 A186的親弟弟。在澳洲，你經常能在路上看到一些漆面都氧化了的老爺車，幾十年車齡的路虎、豐田農用車照樣每天上路。澳洲沒有汽車強制報廢年限，只要能通過安全檢查，幾十年的車都可以合法上路。很多地方針對老車有一些優惠政策，加入老車俱樂部，每年的養車費用可以很低。不過據說這樣一來，一年就只能開60天，所以有些人會養着老車，偶爾開出來壓一壓馬路。這輛黃色的小跑車是馬自達 MX-5， 車裡的年輕人非常可愛，他們下一秒就會對着我的鏡頭開心地揮手，只可惜我沒有拍到。這輛車在澳洲可以說是國民小跑車，5萬多澳幣買到敞篷加純粹的後驅操控，在這個價位幾乎沒有對手。在這邊買車的時候，我們感受到的一大文化衝擊就是本地人非常習慣於買二手車，甚至覺得買新車完全是不划算的。這跟我們東亞傳統的消費觀念完全不同。在我們的觀念裡，車子和房子往往綁定了一個人的身份、階層和成功與否。開着一輛破舊的車似乎會顯得有一些失敗，但是在這裡，
絕大多數時候，汽車回歸了它最本真的屬性，就是一個純粹的交通工具。所以只要買二手車划算，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舊車。你經常能看到很多人花個2、3千刀，買一輛跑了20-30萬公里的老豐田，在路上歡快地跑。這輛右轉的車叫 Cupra， 大眾旗下的西班牙子品牌。你可以把它理解為穿上了西班牙潮牌，整體更具戰鬥感的大眾。它的車標稜角分明，跟中國的極狐汽車幾乎一模一樣。我剛來澳洲的時候，真的以為極狐已經出海了。說回二手車，大家傾向於買二手，也是因為這邊的二手車市場發育得足夠透明和成熟。在澳洲，任何一輛二手車，你都能通過官方系統查到它有沒有發生過交通事故或者貸款記錄。花一點小錢找一個驗車師傅，基本上就不用擔心買二手車被坑。畫面裡正在下行的這輛白色 SUV 是小鵬的 G6。疫情之後的通貨膨脹讓澳洲的汽車價格一路走高，消費者苦不堪言。像小鵬這樣主打科技感的中國電動品牌進來，本來正是市場所需要的，用更高的性價比打破傳統品牌的壟斷，希望小鵬能早日解決目前的困境。我們現在看看第1000輛車會是哪個品牌？997、998、999、1000是現代。感謝大家看完整個統計過程，現在到了我們期待已久的時刻，最終的統計結果。首先是按品牌原產國分類，毫無懸念，日本品牌佔據絕對的統治地位，在1000輛車裡有555輛，佔比55.5%。其次是德國車，德系車在澳洲還是根基深厚。第3名是韓國車，第4名是美國，主要靠特斯拉和福特。第5名是中國。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品牌排名。我們今天統計到了來自13個國家的54個品牌的汽車，圖中展示了前20名。奪冠的品牌毫無懸念是豐田，216輛，佔比超過1/5，顯示了豐田在澳洲汽車市場絕對的統治力。馬自達位居次席，斯巴魯排名第3，與本田不分伯仲。現代、奔馳、起亞、大眾、寶馬、日產緊隨其後，比亞迪和 MG 分別位列第18、19位，路虎以14輛擠進了前20。如果我們把奔馳、寶馬和奧迪加起來，德系御三家總數超過了110輛。現在來看看車型排名，前5名分別是卡羅拉、RAV4、馬自達3、海拉克斯和凱美瑞。前20裡唯一的電車是特斯拉 Model 3。接下來是動力形式的對比，內燃機車以927輛佔據了絕對優勢。當然，這其中可能會有一些插電混動的汽車會被我們遺漏，但佔比會非常低，絲毫無法撼動燃油車在澳洲市場的主導地位。這跟我們在中國市場看到的可能完全不同。不過形勢也在急劇的發生变化，中國、韓國等車企生產的純電和插混汽車正在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澳洲。伊朗戰事導致的燃油危機無疑會加速澳洲汽車的電動化進程。我們看到今年3月，澳洲純電汽車銷量同比大漲89%。如果我們在1年之後再做同樣的統計，我相信數據會有比較明顯的差異。最後呢，讓我們來看一看豪華車排名。這是我們今天記錄到的最貴的10輛車，所有數據均基於這些車型在澳洲的官方起售價。我們可以看到，最貴的5輛車裡有4輛都來自梅賽德斯。數完這1000輛車，你看到的不只是一條街，你看到的是一個沒有關稅壁壘、沒有本土工業保護、完全向全球開放的市場，在2026年的真實狀態。日系還是主流，德系守住了高端，韓系正在向上爬，中國車已經迅速增長。這個市場依然處於內燃機車霸權的統治之下，但電動化的浪潮已經近在咫尺。這條街是整個全球汽車工業格局的一個切面，從百年汽車傳奇到中國的造車新勢力，
我們正在見證史無前例的行業變革，而這個切面每隔幾年就會長得不一樣。